大家好，我是肖工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PPK 数据的解算。首先，我们把 PPK 数据和地面基站的数据先导入电脑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地面基站的数据。地面基站的数据我们用上的主要是这两个文件，一个 O 文件，一个 P 文件。这个 O 文件主要的就是观测数据文件，这个 P 文件是导航数据文件，这个 P 文件是用来计算心率的。然后在前面这四个文件呢，就是每一种卫星它单独的一个导航数据文件。这个 C 文件代表的是北斗的一个导航数据文件，这个 G 就是格罗纳斯的一个导航数据，然后 L 代表的是伽利略的一个导航数据，这个 N 就是 GPS 的导航数据。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看一下天空端的数据。天空端主要就只有一个文件，就是我们PPK 记录的一个原始的数据，就是 UBX 格式的一个数据。然后我们打开解算软件看一下。解算软件打开过后，在这里我们选择 PPK 解算，然后下面选择动态，然后这里只需要填入 PPK 移动端的数据，然后还有基站的数据，我们把它填入看一下。把 PPK 移动端的数据填入过后，它会自动转换成它需要的一个 Linux 文件，然后转换过后，它会生成一个 O 和一个 P 文件。然后地面端的数据，然后把这个 O 文件填入这，把这个 O 文件是一个观测数据文件，观测数据文件填入过后，然后下面选择我们用 Linux 标头的一个位置数据，它会在文件里面读取这个位置信息，然后填入这几个一个经度、纬度、高度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般使用的是这个。然后如果你基站架设在已知点上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，然后把已知点的信息填进去。然后这里它会显示一个天线的高度，因为我们在架设基站的时候是搭了三脚架，然后自己测量了三脚架的高度过后，把这个高度是填入手部，然后基站才开始记录数据的。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更改这个高度。然后下面这个就把那个基站的一个导航数据文件放入这里，然后放进去过后，我们看一下设置。一般情况就这些设置就直接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讲一下这个第一个文件名，这个文件名是你解算完成过后，它会生成两个文件，然后这个文件名就是那两个文件名的一个名称。这个文件名主要是跟你天空端的一个 PPK 的文件名，它是默认保持一致的。然后在下面这个就是你解算完成过后那两个文件存放的路径。如果选择第一个的话，它直接就默认的是你天空端 PPK 数据那个路径。然后如果选择后面一个，你就可以自定义路径，然后可以自己更改。下面这个就是如果这两个勾选的话，你可以填入指定时间段，然后它就会只解算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数据。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滤波的一个设置，它这里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向前，然后向后，然后还有一个组合。它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果我们选择向前的话，它就是观测数据的，它从数据开头开始，通过一个卡尔曼滤波设置，然后开始向前处理。然后下面这个高度角这个呢，主要就是跟你基站的一个架设的一个环境有关。如果你基站架设的位置比较空旷，这个角度可以稍微设的低一点。然后如果你旁边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建筑物的话，你可以适当的增大这个高度角，然后它可以排除一些低质量卫星信号，然后对解算的质量它会有一定的帮助。然后下面这个信噪比呢，它主要分为 L1 频段和 L2 频段的。我们一般就认为它那个卫星的信噪比能够达到35以上就是比较良好的，然后我们就只需要使用
信噪比在35以上的卫星。然后后面继续就是就是选择卫星的一些种类。这里我们基本上就按照这个默认设置。然后下面就是一些输出格式，这个是一个坐标系的选择。第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些坐标系，一个是大地坐标系，还有一个地心坐标系，这个是属于地心坐标系，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 ENU 就代表东北，然后一个天空就是东北天的一个坐标系。然后这个 NMEA 这个呢就是航海坐标系。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时间格式这个代表 GPS 时间10分秒。然后下面就是经纬度的一个单位，一个度和度分秒。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这个设置，然后点击开始处理。处理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一个进度条，然后等这个进度条走完，它就处理完成。这里已经结算完成。结算完成过后，它会出现2个窗口。第一个窗口呢，就是我们飞机的一个飞行轨迹。然后第2个窗口就是我们相机的一个拍照的一个 pose 点。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基站位置，然后这边是相机的一个拍照点。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198，这个198就是我们相机的一个照片的一个数量。然后这个 fix 就是这边所有的点都是固定解，一个绿色的就是代表一个它得到的解是固定解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最后生成的两个文件。它这个文件呢，它是放在天空端的一个目录下面。然后它主要生成的是这两个 pose 文件。我们主要用的就是这个是相机的一个拍照的一个 pose。然后为了方便使用呢，我们一般是把它格式改成一个表格的一个格式 CSV。我们改成 CSV， 然后用表格的形式打开。然后打开过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然后前面是每一个点的一个出发的一个时间，然后还有经纬度、高度这些信息。我们需要的，一般前面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删掉，这些是不用的，我们直接把它删除。最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pose 点跟我们照片的数量是能不能对应上的。直接看一下最后198这个数量是能对应上的，然后就说明这组数据是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为了方便使用呢，我们是要把它所有信息啊，它都是在同一个单元格内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分开就直接这里数据，然后有一个我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一个分列，数据分列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选中一行过后，然后分列，我只能选择一列哦。我们选择这个，然后分列，然后选择分隔符号。分隔符号我们以空格分开，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格式啊，对的，然后完成。分开过后，它每一组数据它就是就已经分开了。分开过后，我们把不需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删除，先把第一列的是不用的，然后我们删除整列，然后把第二列这个改一下，改成我们照片对应的名称。我们照片对应的名称是 DSC， 然后
后面是00001，这是第一个照片，然后加上照片的格式 JPG， 这改了过后，然后这里双击一下，然后它下面的所有它会进行更改排序下去，看一下198.jpg， 对的。然后我们需要的信息呢，主要就是精度、纬度和高度，所以说它后面这一部分也是不需要的。然后我们把它删除整页。好，最后得到的这些信息，就是我们后面进行内页处理的时候需要的一个位置信息了。好，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。